谁才是 UFC 历史第一天才？说到天才，大家可能会想到从喀麦隆小山村走出来的铁血战士弗朗西斯·纳甘诺，拥有整个 UFC 历史上最炸裂的身体素质和最恐怖的重拳；亦或是从那个巴西贫民窟走出来的传奇四冠王亚历克斯·佩拉，从之前的轮胎店小工到现在的葛劳瑞双冠王加 UFC 双冠王。还有人会说，仅用半职业训练的方式就达到重量级历史最佳的火警斯蒂普·米尤奇，从事着地表最强男和消防员2份最危险的工作。但要说到第一天才，可能大家脑子里只会想到一个人，那就是大魔王乔恩·骨头琼斯。论身体，1.93米的身高，2.15米的 UFC 历史最长臂展，力量、速度、耐力、抗击打都是顶尖中的顶尖。论技术、战力、摔跤、柔术无一不精，超级大绿背型战士。论格斗智商，他敢称第二，谁敢称第一？论脏招狠招那些小手段，他也是祖宗级别的。今天一个视频给大家带来骨头琼斯的天赋到底有多恐怖。骨头这个人也是巨星开局，高中的时候喜欢摔跤和橄榄球，特别是摔跤非常厉害，好像也拿到过州冠军。上了大学的骨头没念完，因为女朋友怀孕就辍学了，开始接触综合格斗，然后养家糊口。学了一段时间就上场干比赛了，3个月时间取得了6胜6终结的恐怖战绩。其实像骨头这种绝顶天才打这种小赛事完全就是降维打击，这6场比赛基本上都是1回合终结，甚至说1分钟终结。3个月时间签约 UFC。 其实刚进入 UFC 的骨头表现中规中矩，没有多么炸裂的表演，毕竟刚接触这行比较短嘛，先适应适应，但天赋是盖不住的。打出3连胜的骨头迎来了人生中唯一次败绩。这场比赛骨头第一回合就摔倒了对手，然后拿到了骑乘，在骑乘位哐哐一顿砸，打了半天骨头自己都打不下去了，看向裁判想终止比赛。这个裁判口味也是重，骨头自己这么坏个人都打够了，他还不终止，他是真不怕出人命。然后骨头违规使用了垂直肘击，判负了。这场比赛是骨头的唯一场败绩，也不算失败。之后的骨头又打出了3连胜3终结的战绩，其中最后一场是与瑞恩巴德之间的超新星之战。当时的轻重量级有2个不败新星，一个是骨头琼斯，另一个是瑞恩巴德。骨头在第2回合降服了瑞恩巴德，成为了最强超新星。瑞恩巴德之后去了贝莱特，拿了双冠王，也战胜过菲多。骨头也通过这场比赛获得了挑战冠军将军霍华的机会。而23岁的骨头完全可以说是在赛场上军训的将军，打的将军都拍地投降了。23岁的骨头也成为了 UFC 最年轻的世界冠军。这场比赛对我来说有多震撼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，还是拿3个大流边形大力鼠、骨头还有马哈来做对比。大力鼠夺冠的时候，我会感觉他的技术真好，这么小的个能打败比他大的选手。马哈切夫击败奥利维拉夺冠的时候，我会感叹马哈切夫的技术这么好，身体也这么强，但是那种身体没有强到另一个次元的地步。而骨头琼斯给我这种感觉，甚至更强，技术碾压，身体碾压，格斗智商碾压。要知道那时候的将军不是边角料，是政治巅峰的冠军。而骨头击败武王之乱中5位政治巅峰的前冠军，都跟砍瓜切菜一样简单。骨头这个选手厉害的不只是技术和身体的碾压，更多是格斗理念的碾压。他的横空出世真的像一个开创性的武学奇才。这武王之乱咱就不说了，骨头击败这几个旧生代的残党，如同砍瓜切菜一样简单。面对中生代的这些选手，像瑞帅、老谢还有 DC 这种选手，虽然没有像击败老一辈那么干净利落，但赢的也是无可争议。特别是瑞帅和 DC 给骨头还造成了不小的麻烦，特别是骨头打药这事整的也挺不仁义的。这个阶段的骨头是最混乱的时期，他混乱的私生活、打药啥的基本上都在这个时期。而面对新时代这群高手，骨头显得确实有点吃力。打施辛、巴西大锤还有雷耶斯都没有出现终结，巴西大锤那场还是个分歧判定，打雷耶斯那场根本就是输了。咱没必要藏着掖着，打雷耶斯那场就是输了，我看着雷耶斯清晰的拿下3个回合。但是传奇不可能用1场比赛来定义，就算是这场比赛骨头被判负了，他也是无可争议的 GOAT。 打完雷耶斯之后，骨头选择深入重量级，3年不打比赛，升重成了大卫戴。大家都感觉骨头老了，其实我看他定妆照的时候，我感觉他也真不行了，就是拥有轻重量级的力量和重量级的速度。结果呢，骨头的回归战堪称完美，琼斯还是那个琼斯，首回合降服了盖恩。特别是最后盖恩看骨头那个眼神，满眼的绝望，自己同样是天才，20多岁开始接触泰拳，2年拿到冠军，升入 UFC 一路连胜，各种前冠军通通踩在脚下，只输给过铁血纳甘诺一个人，那次输的也是判定，打的也是非常的接近。但是遇到大魔王这场比赛真的是输的一点脾气都没有，直接让当个减速带给过了，自己引以为傲的脏招狠招在掌门面前一点作用都没有。真的盖恩绝对意识到了绝顶天才与第一天才之间有多大的差距。真的就好比这张图，美国之子弗拉格看法国的外星人文班亚马，就是双方的国籍有点相反。当然骨头在后期毛病也挺多的，比如说打老头，比如说 B 站汤姆，虽然很下头，但并不妨碍骨头的成就和他第一天才的身份。这句话形容骨头真的非常正确，我出道至今从未见过任何高山，因为我就是他们眼中的天纵奇才。